功课总是垫底的那位六师弟猛地扑过来，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抱住了他的腿，张开嗓子嚎道：“魏师兄救我！”魏无羡哭笑不得地踢了踢腿：“你又怎么了？是卷子不会写，还是剑法玩不透？”六师弟可怜兮兮地抬起头：“都不会。”魏无羡揉揉额角，目光只得暂且从蓝忘机的方向收回，弯腰拾起地上一把木剑，问：“好吧，那先说剑招，你要问哪一式？”六师弟弱弱道：“第五式，我怎么也练不好。”成，我演给你看。将式剑法分为7式，有张有弛，中间几式攻势最猛，尤其是这第五式，同时讲究速度与力道，但也因此总是成为弟子们最难过的一道关卡。魏无羡执着那柄木剑，挽了个剑花，轻轻呼出一口气，连个回忆的时间也不曾有，抬手便动作起来。自他引剑出手，身形数次翻转，足下步伐轻盈，一晃之间又从将剑锋不同角度分别刺出，直叫人措手不及。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并只收剑的时候，一片衣角轻飘飘地落回身侧。众人仔细一看，才发现虽已经过如此多的移位，他迈出的最后一步仍恰好回到最初的位置，如风中悠悠落叶，辗转归根。身边一群少年个个看得呆了，望向魏无羡的目光里无不升起一股崇拜的敬意。考虑到循序渐进的道理，江枫绵延给他们剑法时，大多还是规矩的按照剑谱上来，又是一招招以慢动作拆开。而魏无羡偏要在其中加点别的东西，还少年心性地带了几分炫耀。表演意味多过教学。他收起剑，眉宇间一派得意：“看懂了没？”六师弟只能懵懵道：“太快了。”江澄逆着他，不屑道：“竟会添点华而不实的东西进去。”魏无羡也不恼，黑道：“不知道是谁前几天刚败在我这身花拳绣腿之下。”眼看二人大有切磋一场的架势，六师弟忙拦在二人身前道：“师兄，能不能麻烦你放慢点教教我？”魏无羡得意归得意，面对这些请求总归还是有求必应的。这一回也不再嬉闹，认认真真的拆了剑招，一招一招耐心的演给那师弟看。教场上的少年们看见大师兄亲自示范，纷纷靠过来，逐渐围成一个圆，把魏无羡圈在了中央。不少人还按着他教的就地比划起来。魏无羡又演完一招，忽觉有道视线似乎总锁在他身上，随意的抬眼一看，没想瞧见角落里一双浅色的眸子正望着自己的方向，似是没料到会被他发现，又很快的收了回去。他一下子乐了，朝蓝忘机挥手道：“蓝湛，你还站在那里做什么？过来一起玩呀！”蓝忘机府一听到那声称呼，下意识蹙起了眉，像是被勾起了昨夜里什么不好的回忆，强作平静道：“我不在玩。”魏无羡道：“哦，不在玩，在练剑，那也可以一起来啊，人多热闹。”蓝忘机一板一眼：“家规有云，不可偷学他人武功。”魏无羡笑道：“嗨，我们家这基础剑法传了那么多年，早也不是什么秘密了，还这么计较做什么？”蓝忘机不为所动，依旧紧紧盯着手中那把银白色的剑，像是被吸引了全部注意力。魏无羡干脆2步跑到他身边，摸着下巴打量了一会儿，赞了声好剑，又问这是不是传说中的碧晨？蓝忘机正色道：“正是。”魏无羡笑道：“这名字着实好听。哎，我那把剑今天没带在身上，不然礼尚往来也给你看看。”蓝忘机道：“多谢。”“不必。”“别这么说嘛，你这样一点兴趣都没有的样子，也不怕我伤心啊？”蓝忘机终于抬了抬眼：“我并非此意。”魏无羡哈哈大笑：“我知道，你还真是，逗你2句你都信。”眼珠转了转，又道：“不如你干脆猜猜，我这样的人会给佩剑起什么样的名字？”哈哈哈！蓝忘机彻底无言，好容易才没把那句滚到嗓子眼的无聊脱口而出，强逼着自己转移回注意力，重新盯上碧晨雪白的剑身。魏无羡还打算再说几句逗逗他，身后那帮少年们又大呼小叫喊：“魏师兄快回来！”他只得暂且收了心，端着把木剑回去给人解惑。蓝忘机终于将目光从自己的剑身上移开，盯着魏无羡小跑离去的背影皱起了眉头。事实证明，于夫人的担心并没有错，魏无羡真会把莲花坞一帮子少年全都带着跑偏重点。只短暂的当了半个时辰称职的前辈，
魏师兄又开始领着师弟们不务正业，七手八脚的把木剑丢在角落里，不知从哪儿摸出来一摞纸风筝，拿了弓箭就在教场里玩起来。魏无羡眉眼弯弯地看着其他少年，没等多久就放了箭，站在一边抱着手，任自己那只风筝越飞越高。等到江城也终于忍不住，咬牙射下了他那只风筝，魏无羡才慢悠悠地拉弓上箭，对准了还飘在空中的唯一一只风筝。他抿抿嘴，正欲放手，眼角余光却瞥见蓝忘机也正望着他，心念顿时一转，没立刻松开力道，看着风筝又飘飘地升高了些，远的就快看不见了。忽然回过头，朝蓝忘机别有深意地眨了眨一边眼睛，这才重新瞄准，倏地放了手。